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， 今天来跟大家回顾我在 WSOP 期间报名的这一场$1500买入 Million Maker 第二天的精彩手牌。首先，我们进入到第二天的赛事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筹码量有144500啊，还不错的筹码量。第一手有趣的手牌呢是在1000、2500的盲注级别啊，这是一个9人桌的状况。我在 UTG+1，我有14万的筹码量，拿到了 AQ 不同花。选择加注到了5000 ，low 价位的对手大约有8万的筹码量，选择跟注。大盲位的玩家呢是一个筹码量非常多的玩家，他有20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跟注，所以是一个3人底池翻牌 A60， 2张黑桃1张方块。这个时候呢底池18500，大盲位过牌，我们有一个决策要做。那我觉得在这种翻牌呢，我们大约会有可能50-50的过牌，或者是更高的频率过牌。原因是因为 low 价位在这边跟注的范围呢，其实还蛮少的，它大约是跟注一个15%左右的范围。以整体的范围来说呢，当然我会有 AK， 它不会有 AK， 但是它也会有 AQ、AJ、A10， 也就是说比较好的 A 呢，其实我们是一样多的。然后甚至我会有一些同花 A 的踢脚，它可能不会有，所以它如果有 A 的话，很有可能它的踢脚是比我好的。当然它会有一些 KQ 同花、QJ 同花之类的手牌啊。以整体来说呢，我们不会有一个100%的持续下注的频率。那我当下选择了过牌 low 价位的对手在18500的底池呢，选择下注一个9000，大盲位选择跟注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个决策要做，那我觉得2个都可以，我可以选择跟注，我也可以选择加注。当下我觉得以我自己学到的电脑软体的分析呢，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比较好的 A， 尤其是 AK 啊，频率最高。AQ 是次要 ，AJ 以下呢，可能就会是更高频率的跟注。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 AK 跟 AQ 呢，在这种情况下会是比较高频率的加注，原因是因为在3人底池基本上你很有机会是最好的手牌，然后有一个同花听牌嘛，不错的手牌就是要加注啊，所以它符合电脑的预设策略的逻辑。我选择加注，那我觉得这时候选择加注的尺寸不需要到太大，原因是因为小一点的加注，我觉得是可以达到一样的目的。那我当下选择加注到25000，我觉得算是还不错的一个加注尺寸。这个时候呢 ，low 价位的玩家跟注，大盲位的玩家弃牌。那我觉得大盲位玩家弃牌其实是我会比较放心一点，原因是因为他的筹码量有20万，所以如果说今天啊我对上 low 价位，他只有30个大盲嘛，在这个 A 猜的翻牌，基本上我们中了一个很强的顶对，我们都不用太担心他的手牌是不是比我们强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是单挑的状况到转牌，转牌是一张方块 Q， 所以是 A60Q， 2张黑桃2张方块，非常好，我们中了一个顶2对，底池呢77500。然后这个时候呢 ，low 价位的对手，他的筹码量剩下5万，大约剩下2/3的底池的下注量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我们的手牌当然是非常的好嘛，我们有顶2对，我应该不会考虑过牌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合牌看到黑桃，或者是看到 J， 或者是看到 K， 下注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。下注尺寸的话，可以是半个底池，或者是2/3的 all in 它，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差别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下注半个底池，基本上它会更高频率的去跟注一些，比如说 AJ 或者是一些同花听牌，尤其是带有可能中了一个对子，对不对 ？QJ 同花、KQ 同花，他搞不好觉得是更容易跟注的话，下注半个底池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效果。所以当下呢，我选择下注35000，然后对手剩5万，所以他选择了 all in， 我们非常轻松的秒跟。这个时候呢，看到对手的手牌呢是1对6，所以他的翻牌呢中了一个3条6，合牌呢是一张方块9，这手牌呢我们就输了一个8万的筹码量给对手。下一手牌呢一样啊，是在1000、2500的盲注级别，这手牌呢是在bottom位的对手，他有12万的筹码量，选择了加注到5000。小盲位有5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3次下注到8000，非常小。我都不知道他是丢错呢，还是选择一个8000的3次下注，我是看不大懂。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我们在大盲位，我们的筹码量有44500，我们看了我们的手牌。1对 A 啊 ，AA 能输吗？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应该不会弃牌啊，废话。好，我们只有2种选择，我们要么就是跟注，要么去选择再加注。那我觉得跟注有比较好吗？我觉得如果他选择了一个再大一点的3次下注，那我觉得跟注可能会好一点。原因是因为我期望 bottom 位的对手更不会跟进来。那如果说他今天加注到8000，我跟的话，我觉得 bottom 位基本上他所有的范围都必须要跟进来。其实我的筹码量非常的少，所以也不是一个特别亏的状况。如果小盲位跟大盲位筹码量都比较多的话，那我是一定不会考虑跟注。
我想了一下之后呢，我觉得还是 all in 比较好，然后我就选择了 all in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bottom位的玩家也 all in 啊，bottom位有12万嘛，但有效筹码量不到20个大盲啊，所以小盲位呢反而是弃牌啊，我就看不大懂了，加注到8000弃牌什么意思？这时候看到2位玩家的手牌，我是一对 A，bottom位呢玩家呢是一对 Q， 所以这手牌呢成功的翻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至今我赢得超过1.4亿台币的奖金，获得过2条 WSOP 冠军金手链，更荣获 GPI 亚洲第1的头衔。我在这10年的锦标赛经验中发现，最明显能区分一位玩家厉害与否的要素，就是翻牌前的策略。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课程，像职业玩家一样，做出完美的翻牌前决策吧。下一个手牌呢是在2000、4000的盲注级别，那这个时候呢已经非常的接近前圈同步发牌的阶段，非常接近前圈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，代表说我认为在牌桌上很多人的范围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啊，包括我在内。这是一个9人桌的状况啊，这个时候呢发牌啊，荷官发牌，我在 CO 位，荷官发牌的时候呢，牌又打开了，又是一张 Q。荷官发牌，发了第1张牌，发了张 Q 给我。第2张牌呢，又发一张 Q 给我，但是呢，他翻的时候打到筹码，然后翻开了。Q 换一张9给我。这个时候呢，他把 Q 收走，换了一张9给我。然后我看我的手牌，1对9，非常的不错，1对9。9人桌的 UTG 加2的玩家，他的筹码量比我多，他选择了加注到12000，3个大盲的加注。我在 CO 位，我有75000的筹码量，拿到了1对9。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策略会长什么样子。首先1对9，20个大盲不到，对于前位的加注可不可以正 EV 的 all in？绝对可以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就是在一个靠近前圈的阶段，所有的玩家都会打得比较保守。非常的合理，尤其是他要选择一个大尺寸的加注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应该要更少的边缘的手牌，比如说8、9同花，我就不觉得他该加注到12000，所以我觉得他的范围会更紧，手牌选择会更少，然后他加注尺寸比较大，尤其是靠近前圈的阶段，所以我会觉得说1对9以翻牌前的 all in 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，反而是跟注。会不会考虑到直接弃牌？我倒是觉得也不至于啊，因为我觉得我翻牌后还是打得比别人好，跟注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，所以我选择了跟注。这是我们2位玩家单挑看到翻牌854彩虹面底池34000，这个时候呢，对方选择过牌。那我们在讲啊，在一个高 ICM 的影响下，譬如说决赛桌或者是泡沫阶段，筹码量比较少的那一方，不管是翻牌前加注的范围优势的玩家，或者是范围弱势的大盲位跟注，他们的策略呢都会比较被动。只要你的筹码量比较少，整体的策略呢就会选择比较被动一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也选择过牌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。转牌来一张3啊，854 turn 3，这个时候呢，前位玩家在34000的底池选择下注16000，那我们是轻松的 check call， 就是翻牌过牌，转牌就是很明确的跟注，非常简单。合牌来一张6，变成是85436，一张7就成顺，一张2也就成顺。这个时候对方选择过牌，那我们的手牌呢也是非常明确的过牌哦，我不觉得我的手牌在这个有2或7就成顺的牌面下可以价值下注，过牌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。对方如果真的有大对子的话，他很有可能也会在合牌过牌嘛。我也过牌，这个时候看到 UTG 加2的手牌是 A10不同花啊，也就是 Ace High 啊，所以我们就在接近前圈阶段呢，赢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底池，进入到了前圈。前圈之后的盲注级别呢是2500、5000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我的筹码量剩下44000。这手牌呢是 Hydra 位的对手，他有20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加注到10000。我在 bottom 位，我拿到了 KJ 红桃。这个时候我剩下44000，就是9个大盲。我觉得我有2个决策，第一个是我可以考虑跟注，然后我也可以考虑 all in。如果我在盲注位的话，应该都会是 all in；如果我在 CO 位或 bottom 位的话，应该可以考虑跟注。我觉得这个差别没有到特别的多。那我当下选择了 all in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范围太宽，然后领先它的范围嘛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时候看到对手是87，我说他的手牌是87红桃。他竟然跟注一个87红桃，那我觉得我的预先的设想啊是非常的合理的。那实际上他的手牌有没有套词需要跟注呢？答案是没有。有在看我们频道的就知道，我说任何手牌加注之后必须要跟注呢是8个大盲以内。那很明显的这个是9个大盲，所以我认为同花连牌87红桃、67红桃、67同花这种同花连牌，我认为2张9以下的手牌应
该都会是要弃牌。如果说它是2张10以上的同花牌，那我觉得才是一个跟注范围。再加上实际上大部分的玩家，包括我 all in 的范围可能都会比较紧一点，所以我觉得考虑到这一点的话，我觉得87红桃一定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。但是呢，翻牌无关紧要，转牌呢它中了一张7，我们就被淘汰出局了。所以我们获得的名次是1291名，奖金是2400美金。赞！以上就是这一次在 WSOP 期间参加的1500美金买入 Million Maker 第2天的精彩手牌分析。如果说你对于我们的影片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如果说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的 DC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。记得一定要订阅、分享我的频道。我是小 P，大家拜拜。